咱们刚说过，利物浦决定了本赛季后继续由斯洛特继续执教，但是马上就2-4输给了阿斯顿维拉。现在荷兰教头的荷兰利物浦，几个荷兰人的表现很有意思，中后卫踢得像中锋，中锋踢得像中后卫，后腰踢得像前腰，教练嘛，有点像咱们《西游记》那个著名的人物扑上耳朵。这样输下去，利物浦如果最后把欧冠资格都搞丢了，那就有意思了。看看分威集团还肯不肯换帅，当然有可能也不至于，主要是切尔西同样的也太拉垮了。所以斯洛特带着利物浦还在继续创造黑历史。欧冠进不进，球迷也无所谓，随意吧，反正下赛季看不到一点曙光和希望。轮轮看这样的比赛，过去红军利物浦的球迷被克洛普给惯坏了，现在是心真累呀，感受到了过去曼联那10几年沉沦的痛苦。所以本赛季挺有意思，曼联的阿莫林刚刚说，我是曼联这支球队的全权总经理，而不仅仅是个教练，这件事会持续18个月，然后再说吧。结果20个小时后，曼联官方宣布阿莫林下课。那个弗兰克呢，他说，我1000%肯定会站在热刺对阵阿森纳的教练席，很多时候换帅不一定正确。12个小时后，热刺官方宣布弗兰克下课。现在的斯洛特说，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下赛季我将继续担任利物浦主教练。可现在40几个小时过去了，利物浦的回应呢？所以在英超执教你首先要有个光头，就像过去的滕哈格，现在的斯洛特。成绩虽然不如瓜迪奥拉，但是在教练席上这一待下去就很难被挪窝。想想去年夏天利物浦花了那么多钱，最后花最多的钱挨了最毒的打。今天在比赛1-1、2-1的时候，甚至还在想今晚是不是2-2或者3-3的平局。结果最后换上基耶萨和威尔茨，再加上红军利物浦的后卫和门将们一顿失误，然后球迷的思路就彻底懵了，不知道怎么猜结果了。所以对利物浦当你看到维拉已经3-1，你必须要醒悟过来，改追大比分，否则就等着输钱吧。一个毫无底线的教练正带着一支毫无斗志的红军去打了一场毫无把握的比赛，结果当然也就毫无悬念。本场比赛场面上，阿斯顿维拉在主场毫无疑问踢得更有章法，两队上半场还一度有所保留，踢得都乏善可陈。正在大家以为两队都要各取1分平局收场和气生财嘛，结果维拉队率先一个角球的变化，战术角球形成了局部3打2。迪涅很轻松的助攻就将球给了罗杰斯，同样罗杰斯在禁区内无人盯防，还用上了自己最喜欢的兜射，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左后卫迪涅这一场踢的是真好，攻防两端都很亮眼的发挥。朋友们，本赛季真的是一天一天正在结束的过程当中，而世界杯马上就要来了。另外转会市场已经开始风云涌动，以我的经验，7、8月份的转会期才是咱们这个节目最热闹的时候。去年的8月，老 K 看到维尔茨转会利物浦，称之为球王驾到，这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战略性的错误。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批评，欢迎您订阅，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咱们继续。维拉队前场4人组延续了此前在欧联杯半决赛绝佳的状态，罗杰斯的状态还更好了，利用对方索波斯洛伊滑倒的失误，助攻沃特金斯完成了关键的进球。中锋沃特金斯作为此前在英超已经证明过自己的球员，再度拿出全能的表现，2射1传独造3球，这样亮眼的表现沃特金斯此前本赛季也有过状态低迷的时候，但在赛季末重归良好神勇的状态，这作为之后参加世界杯作为凯恩的替补，他就能提供巨大的帮助了。还有队长麦金在右路又完成了左脚内切破门，这一脚跟此前欧联杯半决赛的2个左脚打门很难说哪个更精彩，因为都非常精彩。看着对抗拼劲十足，射门能力还那么好，进攻组合是真让人羡慕。同样左边的布恩迪亚，小技术射门能力都不错。维拉队也通过拿下本场对决，在欧联杯决赛还没开打的时候就锁定了下赛季欧冠的参赛名额，这可谓是实至名归。反观咱们利物浦本赛季的客场真的太差了，除了上半场有过场面上占优，可效率也不高，其余的时候今天基本都处于下风。如果不是范戴克站出来梅开二度，挽回一些颜面，那本场真的是很狼狈。
就像索波斯洛伊摔倒的那一下，这是本场的一个缩影。那个画面呀，想到了过去杰拉德利物浦过去的那个8号最关键的时候，那个最著名的摔倒。当然，没有人想要出现这种状况，可是冥冥之中啊，利物浦的球迷是真的心酸。这样的摔倒直接导致第2个丢球，但就利物浦场上表现来说，失败也是情理之中，创造的威胁本来就有限。前场球员的进攻套路根本不如阿斯顿维拉娴熟而有效，中锋不像中锋，左边的恩古莫哈太年轻了，但确实有潜力有能力，只是欠缺经验，和队友配合不到一块儿。右边路原本就没有边锋，只能用一个接近于菱形的4-4-2站位，阵容左倾。右边锋萨拉赫替补上场之后也是一点都不犀利，过去还可以，现在是毕竟老了。他和维尔茨也有过配合，但为时已晚。防守端组织的也不够有秩序，小基耶萨马也是游离于体系，防守遭越位失败。除了范戴克2个头球，还有小将的门柱，此外就没有其他的亮点了。随着这场失利今年夏窗利物浦怎么办？总的来说，主教练斯洛特的调教简直是副作用。还好有荷兰老乡的双响，硬是给他挣回了点脸面。所以本场比赛看完，咱们就纳闷了，热刺队是怎么赢阿斯顿维拉的想想那场确实是放水。为了蓄力踢森林队，轮换了7个，准备欧联杯的半决赛。所以这就让同样陷入保级战的西汉姆联大喊冤枉呀！你打热刺，你凭什么大轮换？你凭什么？好的，所以咱们看一看在英超卫冕冠军输球场次排行。什么都不说了，利物浦已经是榜上有名，最前面莱切斯特可以理解，然后是92-93赛季的利兹联，再然后是95-96的布莱克本，这对新球迷来说就像是远古一样。再接下来著名的曼联13-14赛季，著名的切尔西15-16赛季，利物浦算是续上了10年前的香火，只是当时的切尔西就此沉沦，利物浦呢？今天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维拉队击败了利物浦获得下赛季欧冠正赛资格以后，维拉公园球场播放了欧冠主题曲，这也是进一步在对手利物浦的伤口上撒盐。维拉是通过球场的音响系统以最大音量播放欧冠主题曲，而利物浦尚没有正式锁定下赛季欧冠资格。在今晚的排名下滑后，他们还有可能最终跌出前5。那么本赛季在客场，利物浦客战前9名的球队只拿到1分，也就是0-0战平过阿森纳。其余是1-2输切尔西，2-3输布伦特福德，0-3输曼城，2-3输伯恩茅斯，1-2输布莱顿，2-3输曼联，2-4输维拉。这样的丢人现眼，想起过去克洛普的安菲尔德，那当时是几乎全欧洲最坚固的堡垒，主场不败记录犹在眼前。今年单是主场利物浦就输过多少场了？要不是靠赛季初的几场绝杀抢到几分，现在排在哪儿去了？所以咱们也能想到斯洛特现在想的是什么。荷兰光头嘛，跟滕哈格是一个德行我斯洛特来到英超的第1个赛季，我就取得了冠军。本赛季我们是遇到了困难，但你知道的，有时候多种因素就决定了一些事情。批评我的人都不懂球，我们的球队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滕哈格伟大，无需多言。咱们斯洛特斯哈格也伟大，2个光头真的一模一样。所以真利物浦球迷知道，上赛季夺冠真的是靠扎叔克洛普的那套班底，以及对手上赛季集体拉胯、集体掉链子，这话一点不过分。对斯洛特来说，也许有点伤他，但事实就是这样。没有了赛季初的那5-6场绝杀，现在什么欧冠资格席位，没有利物浦什么事儿。更玄乎的是，买了伊萨克这个玻璃人，还有花了1点几个亿买了一个宝宝型的未来巨星你知道我在说谁？利物浦今年真的是输的球确实有一点运气不好，但赢的多半也是运气太好才赢。你说你斯洛特到底带队伍踢了个啥？看看本赛季整个球队绵软无力的那个劲儿，这还是利物浦吗？今天小基耶萨替补出场，虽然是他代表利物浦生涯各项赛事的第50次出场，也算里程碑之战。但是小基耶萨的表现，老 K 过去说过许多次了，他的身体状态真的不再像一个职业球员。而另一方面，今天队史上首次单赛季在英超角球丢了11个球，创下了尴尬的记录。
这利物浦不算点球在内，是本赛季英超被定位球破门最多的球队，定位球都丢了20个球。今天他们的第1个丢球、第3个丢球都是在角球防守时丢的。那么让我们看看光头斯洛特伟大的赛后发言，他说球员们不应该低估一个转会窗和全新的开始带来的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转会窗后我们会更好的，我们正在进步。光头斯洛特真像一个江湖骗子。去年夏天那么多钱如果给了克洛普，想想克洛普的红军利物浦早就杀穿全欧洲了。所以英超第35轮，曼联3-2击败利物浦，锁定欧冠资格。英超第37轮，维拉队4-2击败利物浦，锁定欧冠资格。一个争欧冠资格的队伍成了对手锁定欧冠的背景板。那么英超第38轮，小蜜蜂能不能赢下利物浦，锁定欧协联的资格呢？本赛季各项赛事已经丢了77个球，这是利物浦在英超时代单赛季丢球第2多。上一次比这个还多还是1992到93赛季，那也是英超的首个赛季，当时丢了79球。我看斯洛特还有希望打破这个不光荣的记录，下一场被小蜜蜂进3个不就可以了吗？今天的利物浦不仅防守软弱，中场没有控制力只有前场的小将恩古莫哈有威胁，球队可谓是一团乱麻。那么本赛季输球率已经高达 34%， 是利物浦自09到10赛季以来的最高。曼联明年甚至未来3到5年已经定了，卡里克将转阵留任曼联的主教练，罗马诺已经 Here we go， 新合同为期3年。这一次卡里克也是自己争气，终于可以作为永久主教练留任。接下来曼联未来几周的工作方向非常明确，现在他们已经提前获得下赛季欧冠资格，那么就赶紧在转会市场上兴风作浪吧。在这一次曼联董事会的考虑当中，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大巴黎的主教练恩里克，反倒是埃梅里还有伊劳拉曾经是曼联俱乐部考虑过的候选人之一。图赫尔在1月份也被视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但图赫尔最终选择和英足总签下英格兰队新的合同，而路易斯恩里克大家都认为他会计划和大巴黎续约到2030年。在本周拉特克里夫爵士举行了一次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会议中呢，首席执行官贝拉达和足球总监威尔考克斯共同建议由英格兰人卡里克正式接任曼联主教练的职位。拉特克里夫爵士也不出意外批准了这个决定。球员时期的卡里克为曼联出场464次，12年的效力期间赢得了5次英超冠军。他现在执教曼联已经得到了队内多名球员的公开支持，所以曼联的想法是在主场的收官战对诺丁汉森林之前就敲定这件事，预计双方是一份2年加1年续约选项的合同。周五的时候，卡里克也微笑着回应，我的未来很快就会确定，大家都知道还剩2场比赛，其他嘛没什么可说的，情况对所有人都很明确。曼联是一家独一无二的特殊的俱乐部，我能以球迷和前球员的身份回归并贡献力量，我感到无比自豪。重返欧冠是我们的重要一步，对目前的工作我感到满意，而球迷对我们很重要，球迷是俱乐部的重要部分，我们要感谢球迷们整个赛季的支持，尤其是过去4个月，球员们都感受到了这种和球迷的连结。而我们的助理教练霍兰德也将获得新合同，他经验丰富，见过各种场面，总能在正确时间说出关键的话，他的冷静和沉稳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而本场比赛也将是卡塞米罗在曼联的告别战。1月份我上任的时候就宣布卡塞米罗离队是正确的决定，这让他能够全力以赴投入到最后的阶段。最近在曼联球员梅努接受的采访中也谈到了卡里克对他的帮助。梅努说，关于卡里克要来，其实我们永远不会提前预知这一切。我是说，当卡里克之前在这里担任教练组成员的时候，我就曾经和他共事过。虽然你永远无法100%确定自己的位置，但是我非常喜欢他说话的方式，我喜欢他在更衣室里带给人的那种存在感，也非常认同他所说的那些足球理念。我觉得我可以全身心的支持并相信这些东西。所以无论卡里克在上任后的第1场比赛是否让我首发，我仍然非常喜欢并信任卡里克带领曼联球队发展的方向。除了把我选进首发名单，卡里克在方方面面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球场战术层面，由于他是职业生涯里踢的就是和我完全相同的位置，所以他会给我非常细致的建议，告诉我在这类情况下
应该怎么处理球，在那类情况下该怎么跑位，甚至还有他作为一个人对我的那种细腻的管理，比如他会经常询问我的家人的近况之类的这种小事。卡里克和我就像两个普通人坐在一起聊天一样，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工作和生意，这绝对会给球员带来巨大的心理帮助，因为主教练能看到比赛之外的另一面。显然卡里克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就曾经经历过这一切，他曾经在我这个位置上奋斗过，所以是的，他100%对我有帮助。我几乎可以我无条件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不仅经历过，而且他是代表这家曼联伟大的俱乐部去经历过这一切的。他知道在足球场上会发生什么样的突发情况，他也非常清楚作为一个年轻人在曼联这样一家豪门俱乐部踢球，在场外会面临怎么样的压力。所以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真的就像是金子般的真理。值得一提咱们梅努在采访中对过去的教练滕哈格和卡里克都有感激之言，只是没有对阿莫林说任何话，因为阿莫林差点就改变了他的生涯的轨迹。另外，咱们的中锋谢什科，他已经表示自己会为曼联下赛季的欧冠和国内赛事的多线作战做好准备。谢什科明确支持卡里克转正，说卡里克在战术和心理方面的支持让自己持续进步。谢什科毕竟才22岁，他本赛季各项比赛首发了19次，进球已经12个，1个助攻。不出意料的话，谢什科能在曼联持续的进步，卡里克对他的使用也绝不拔苗助长。那么咱们可以期待一下24岁、25岁的谢什科能在曼联每个赛季进多少个球。好，另一方面，咱们的老将可爱的胖虎卡塞米罗，他本周已经给卡灵顿的工作人员赠送了告别的礼物。卡塞米罗的采访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如果卡里克能更早的接手曼联的帅位，自己本可以更多为球队效力一个赛季。他觉得卡里克上任以后采取了针对性的安排，帮助他维持了完整的竞技状态，自己是原本完全可以留在曼联继续征战的。本赛季在卡里克带队的15场比赛，卡塞米罗首发登场了14次，他一共本赛季斩获了9粒进球，这可只是个中场其中胖虎有5粒进球都是在卡里克执教期间打进的。他帮助曼联重返了欧冠赛场，所以本周卡塞米罗也公开表达了对卡里克的支持。他说，球队现在的打法非常出色，他能够带领球队拿下比赛的胜利，队伍一天比一天进步，每一场都在变得更好。对于我来说，这真的很可惜在我看来，卡里克早就配得上这份正式执教的机会，尤其是我和他都出身中场，他以中场球员的视角和我沟通，彼此更容易理解。所以目前曼联全队磨合得十分顺畅，表现很亮眼，还拿下了多场大胜。在我心中，卡里克完全值得俱乐部给予正式主帅的身份。是的，老 K 一句话点评，卡里克确实来晚了，胖虎卡塞米罗来曼联也太晚了。OK， 不过关于卡里克的转正有这么一点，卡里克最开始不愿意公开力挺逼费去竞争年度最佳，高层对此颇有微词。曼联的公关部门今年入职了几名新员工，而卡里克的风格更沉稳，发布会的言辞非常克制，这也让公关部门的工作轻松了不少。因为前任主帅阿莫林执教的15个月里，曼联是风波不断，如今卡里克言行很稳妥，带队的成绩也亮眼，恰好补齐了俱乐部最看重的2大要求。而对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竞争年度最佳球员的事，经过了旁人委婉的提醒之后，卡里克在近期的媒体采访中态度有所松动。还有咱们卡里克过去他平日里大多在傍晚6点就会离开卡灵顿训练基地，因为他本身非常酷爱高尔夫球。但近来由于全身心投入到曼联的执教工作，他已经很少再去高尔夫球场了。OK， 昨天曼城 U18 队2-1击败了曼联 U18， 曼城队史上第5次夺得了足总青年杯冠军。而这一场比赛，曼联多名高层和球员都观战，瓜迪奥拉也同样到场。曼联这边 U18 有些天才球员，像 JJ 加布里埃尔，还有奥比马丁。奥比马丁此前效力于阿森纳，去年曾代表曼联一线队还出场了8次。而曼城方面，去年曾2次代表一线队出场的瑞安·麦卡杜首发登场，前英格兰前锋赫斯基的儿子雷甘·赫斯基也进入首发。这场比赛，像曼城主教练瓜迪奥拉、曼城青训出身的菲尔福登还有塞门约都被派到在现场观战。曼联这边呢，队长比费、卢克肖、芒特还有卡里克一同坐在看台上。
卡里克的助理教练斯蒂夫·霍兰，曼联的首席执行官贝拉达，体育总监威尔考克斯，还有教练埃文斯、伍德盖特也都到了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瓜迪奥拉呀站在更高处的私人区域观战。本周曼联 U18 的主教练弗莱彻就曾经表示，一线队的主教练到现场看球，所有球员都会非常开心，因为这说明一线队主教练在意他们，也在关注他们的表现，这对年轻球员是一种激励，会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曼联这家俱乐部确实重视年轻球员，而不是只停留在嘴上说说。这种传统一直存在于曼联俱乐部的历史里，但当你亲眼看到它发生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种影响力很大，家长们也会非常喜欢。最终在下半场尾声，赫斯基的儿子雷甘·赫斯基为主队打入制胜球，曼城获胜。好，咱们继续看曼联这边啊。现在中后卫德里赫特因为背部的伤势做手术，赛季已经报销，已经缺席了26场比赛，他的伤停已经长达6个月。本来是准备在赛季末冲击世界杯，但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手术。这对德里赫特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次伤势最初看起来并不严重。当时还是曼联主教练的阿莫林当时表示，这只是个小问题，我希望德里赫特能出战下一场比赛，那是指的12月8日客场对狼队的比赛。但从那以后，德里赫特就再也没有上过场。好在荷兰队主教练科曼手上的中后卫人选还是充足的，范戴克的位置无可争议，还有廷贝尔、范赫克、阿克以及范德芬等人。其实说真的，还不如早点手术呢，搞不好这半年的时间伤就已经好了。OK， 关于拉什福德，曼联租借给巴萨的球员，现在各方消息说法不一，有消息说曼联可能会松口，考虑接受巴萨再次租借的方案。巴萨倾向于再次租借，在新合同中呢又加入买断选项或强制买断条款。所以两家俱乐部计划在下周重启谈判，寻求两全之策。不过另一方面，英格兰这边说曼联是绝不会放宽底线的，拒绝再次外租球员。另外还有像拜仁也在关注拉什福德，阿森纳的主帅阿尔特塔同样非常欣赏他。曼联方面并不挑剔买家，也愿意和阿森纳交易，不过已经坚决不同意2次租借，这个立场得到了曼彻斯特晚报的证实。所以如果巴萨确实计划再次以租借的形式求购拉什福德这份新方案，那么就在下周会正式递交曼联，但肯定会遭到拒绝。好，刚才提到的小将 JJ 加布里埃尔，他只有15岁，但是已经当选本赛季的吉米莫菲年度最佳球员奖。曼联官方写道，这位 JJ 15岁的小将成为了曼联青训学院这项重磅荣誉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他整个赛季都表现亮眼，打破了戈梅斯保持的记录。戈梅斯2017年斩获该荣誉的时候年仅16岁8个月。本周二晚上 JJ 又当选了首届英超 U18 联赛赛季最佳球员，他本赛季联赛高光的时刻非常多。这位小前锋延续了曼联传奇前辈的脚步，有一众曼联名宿都曾经斩获该奖，其中包括诺曼·怀特塞德、马克修斯、瑞恩·吉格斯、保罗·斯科尔斯、韦斯布朗、拉什福德以及梅努。上赛季吉米莫菲奖的得主是后卫哈里·阿马斯。祝贺 JJ 收获了这份实至名归的荣誉。所以曼联的球迷们高兴起来吧，在卡里克来了之后，曼联青训体系能够再出新秀。JJ 只有15岁，那么16岁、17岁能不能就进入一线队，像亚马尔在巴塞罗那那样的表现呢？咱们完全可以畅想一下。对真正的球迷来说，关注本俱乐部的青训，这有一种养成游戏特有的快感和骄傲。好，曼联这边官方消息，B 费当选了25到26赛季队内票选的年度最佳球员。现在官方已经发布本赛季英超赛季最佳球员奖项的提名，曼联的 B 费、阿森纳的赖斯、曼城的哈兰德等8名球员已经入围，其中老 K 觉得最有可能的是第一赖斯，第二 B 费。OK， 今天法国队已经公布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大名单，值得关注的是皇马中场球员卡马文加没有入选。对此，主教练德尚表示，卡马文加没入选是因为这赛季的表现，但是他有权利怨恨我。这份名单当中同样无缘的还有穆阿尼。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穆阿尼曾一度接近成为英雄。还有大巴黎的门将舍瓦利耶，由于受伤也没有入选。而惊喜方面，水晶宫的中后卫拉克鲁瓦入选。这位球员26岁，身高达到1.90米，本赛季的进步非常大。而锋线方面，法国队就强得太变态了。
姆巴佩、邓贝莱、杜埃、奥里塞、马库斯·图拉姆、巴尔克拉齐尔基，还有摩纳哥队的阿克利乌什、水晶宫的马特塔。法国队本届世界杯最弱的还是中场，只有像坎特、拉比奥、楚阿梅尼、埃梅里，还有罗马队的科内。总之有些铜头豹尾豆腐腰的感觉。这样的结构能不能够保证法国队进入决赛甚至捧杯，咱们拭目以待。在世界杯开始以前，几支强队老 K 也会对他们的预计首发阵容做详细的梳理和分析，敬请期待。OK， 让咱们又聚焦皇马。昨天姆巴佩跟主教练阿韦罗亚的互怼今天的消息，姆巴佩可能因为这些赛后言论被皇马停职停薪2到10天，因为他昨天说，我之所以没有首发，是因为教练告诉我，我是第4前锋，排在马斯坦托诺、维尼修斯和贡萨洛加西亚之后。姆巴佩还补充说，关于自己应该多去问问皇马主教练，因为他自己是身体健康可以首发的。而且随后姆巴佩还表示，解雇哈维·阿隆索并任命阿韦罗亚为球队主教练是个错误。现在这些言论会不会被认定为针对主教练阿韦罗亚的恶意攻击呢？皇马所以可能会对他采取制裁，因为在西甲联盟的监管协议中有明确规定，其中一项严重的制裁措施是，针对俱乐部、董事、教练和球员的侮辱性或恶意言论超出言论自由或批评的权利范围，那么最严厉的处罚可能是停职停薪2到10天。具体来说，考虑到姆巴佩的年薪总额是3000万欧元，月薪250万欧元，所以俱乐部可能会处以 10.3 万欧元的罚款。咱们姆总的这些言论已经把皇马俱乐部的矛盾公开化，而且就在巴尔韦德和楚阿梅尼刚刚打完架的多事之秋，所以老 K 就真的很好奇，老佛爷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现在据分析，姆巴佩的怒火部分可能源于上周日的国家德比。当时在赛前训练中，当看到自己被分在了替补一组，第二天无法首发出战的时候，姆巴佩提前5分钟就结束了训练。他还说自己的左大腿腘绳肌再次不舒服。周四，姆巴佩证实了这种挫败感。他说，没有踢国家德比，我真的很失望，这是我最爱踢的比赛之一，更何况我总能对巴萨他们进球，但这就是生活。所以从分析来看，周四再次坐板凳，成为压垮姆巴佩的最后一根稻草。最近这几周，他的地位和人气在皇马的动摇是愈演愈烈。而关于1月12日哈维·阿隆索的下课，姆巴佩就从来没有掩饰过跟前教练的良好关系，这两人彼此很欣赏，不断的交流战术。哈维·阿隆索也始终对姆巴佩赞不绝口，深知他和维尼修斯的组合并不奏效，明确的站在姆巴佩这一边，而牺牲巴西人维尼修斯，大幅减少了维尼修斯的出场时间。但是这引发了维尼修斯和更衣室内重量级人物的反抗，最终又导致阿隆索丢掉了职位。但姆巴佩肯定是支持阿隆索的新方法和战术风格的改变的，所以他对此耿耿于怀。周四，姆巴佩说，我跟哈维·阿隆索关系非常好，所有人都知道我对他的看法。我们赛季初踢得相当好，拥有一切，但下半程我们又失去了一切。我们没有赢得冠军，这非常痛苦，因为我们本来有能力做得更好，这让我非常痛苦。这些话呀，姆总这些话很显然是对新主教练阿韦罗亚的方法和管理方式的尖锐批评，而且选择在这个时候发生，所有的人现在都知道阿韦罗亚的成绩不好，肯定会被换掉。我总觉得姆总是不是有点落井下石的意思。总之，姆巴佩就从来没有认同过阿韦罗亚。几周前在一次训练中，阿韦罗亚还曾经和自己的助教发生激烈争吵。而且周四姆巴佩的那些话，除了和教练的公开战争以外，他还有意和某些队友理清关系。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出现在混合采访区，法国人姆巴佩很尖刻地回答道，因为我更愿意在这里谈，我知道有很多人从来不发声，我不得不读报纸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而我更喜欢像现在这样直接地说清楚。姆总这番话显然针对皇马队内的部分球员，这也证实了更衣室深刻的裂痕。球员们已经分为亲阿隆索派和亲阿韦罗亚两派。这些发言呀，显示出姆巴佩过去几个月来持续积累的厌倦和怨气。而至于阿韦罗亚，现在许多人翻出在2018年，阿韦罗亚就曾经发布过推文，表达过他对姆巴佩的强烈欣赏。所以这跟当下的紧张氛围形成鲜明对比。2018年的阿韦罗亚当时在推特上写道，
姆巴佩就像年轻的卢克天行者一样，你知道他迟早会统治世界，他就是个怪物。当时的姆巴佩还只有19岁，刚刚在世界杯奉献了令人难忘的表现。身披10号当年的姆巴佩用速度、勇气和超出自己年龄的精准，用一次超过50米的长途奔袭制造了首粒进球的点球，随后又打入2球。他持续地给阿根廷队制造了噩梦。那一场法国是4-3取胜并晋级，当时整个外界都已经感到一位新的超级巨星已经诞生了。当年1个月以后，大巴黎就以约 1.8 亿欧元完成了对姆巴佩的最终买断。而现在的阿韦罗亚作为主教练，他其实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了他对维尼修斯的支持。他当时说，我们想看到那个会跳舞、会笑、会享受比赛的维尼修斯。我会要求队友们去找到维尼修斯，尽可能多给他传球。维尼修斯是世界上最能制造不平衡的球员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能制造不平衡的球员。他很有性格，而且会誓死捍卫皇马这家俱乐部。当维尼修斯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能够做到的事儿，在皇马历史上没有多少人做到过。他给了我们2座欧冠冠军，大家别忘了这一点。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扛起了皇马这支球队，所以他是个伟大的皇马人，他非常在意这枚队徽。维尼修斯是天生的领袖，是所有人都喜欢的队友，能因为他的投入而拥有他是一种幸运。后来在一些重要比赛之后，阿韦罗亚也是会把个人的表扬直接给到维尼修斯，比如马德里德比对阵马竞之后，他就称赞，这又是一场维尼修斯的精彩比赛，又一次展现出天赋和勇气。而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阿韦罗亚对姆巴佩的态度更加克制，更加谨慎。直到姆巴佩因伤开始出现反复缺阵以后，似乎阿韦罗亚开始逐渐带有一种暗刺的表达。像2022年，当时姆巴佩再次决定推迟加盟皇马，阿韦罗亚当时的评价是，历史和梦想都买不到。在我看来，姆巴佩做错了决定。而后来当了主教练之后，阿韦罗亚有时候会说，想赢球需要所有人的努力，光有天赋是不够的。这种话指向性就很明显。而阿韦罗亚更强硬的一次表态是说，我们打造皇马不是靠那些穿着燕尾服出场的球员。这种燕尾服一样的强调，所有人都知道肯定是在影射姆巴佩。另外一次加剧双方摩擦的表态，当时阿韦罗亚说，我们要更多去做无球跑动，哪怕你不舒服，哪怕这很难。这些话呀，都是在影射和质疑姆巴佩在皇马比赛中的投入程度。比如在对阵拜仁的欧冠首回合失利以后，阿韦罗亚曾说，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姆巴佩，这才是一个每天都想做姆巴佩的姆巴佩。但是在里斯本的一场欧冠失利以后，姆巴佩曾经直言，这不是质量问题，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我们要更有欲望。对此，阿韦罗亚当时回应道，我们正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现在既不是灰心的时候，也不是兴奋的时候，我们只能工作。所以这些话我们都能看出，主教练和法国前锋姆巴佩的对立一步一步走向了正面交锋。现在姆巴佩这种话我在教练眼里是第4前锋，这种言论进一步激化了皇马的矛盾。关键另一位维尼修斯的续约也正在陷入僵局。这一点老佛爷在周3晚间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确认，维尼修斯的续约谈判已经陷入停滞。而对于母总姆巴佩，弗洛伦蒂诺将和他面对面面谈，理清楚皇马现在更衣室的紧张形势。皇马管理层希望直接了解姆巴佩对未来的态度，尤其是他对下赛季的设想。现在随着皇马更衣室出现一道又一道的裂痕，这次沟通被赋予了更强的意义。现在皇马这支球队处于破裂的状态，缺少能够让更衣室乃至场上的局面能运转起来的脊梁。皇马高层对姆巴佩的一些手势还有处事的方式感到担忧，类似情况的重复出现已经超出预期。俱乐部内部也清楚，姆巴佩和团队正在渐行渐远，队友们对他的一些被认为完全可以避免的行为感到很不理解。老佛爷现在仍然将姆巴佩视为关键的拼图，也认为他就是最好的。但皇马内部坚持称，没有任何人不可或缺，并且以 C 罗和拉莫斯的案例作为例证，强调主席在处理相关的事务的时候，总会将俱乐部的利益置于首位，或者至少严格遵循俱乐部既定的策略。那么接下来就是恢复秩序，恢复权威。这项任务将交给新任主教练，很有可能是穆里尼奥，重塑皇马历史上引以为傲的价值观。
这是最首要的任务。如果有必要采取强硬措施，皇马也将执行。现在有消息说，皇马已经和穆里尼奥达成了完全协议。一旦俱乐部当前的选举程序结束，且老佛爷没有对手连任主席，那穆里尼奥将重返伯纳乌担任主教练，接替阿韦罗亚。穆里尼奥的回归被视为本赛季内部裂痕的直接回应。老佛爷认为更衣室急需一位有权威、有个性，能从第一天就树立秩序的强硬派人物。那么5月23日就是提交皇马主席候选人的最后期限。目前唯一可能挑战老佛爷的就是商人恩里克·里克尔梅，所以对老佛爷请穆里尼奥。著名的记者巴拉格最近在英国媒体撰写专栏说，穆里尼奥那种对抗全世界的哲学和弗洛伦蒂诺是完美的契合。老佛爷这位对裁判极度苛责，坚信媒体正在意图摧毁自己。他认为巴塞罗那受到了西甲联盟的偏袒，这位主席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主帅。记者认为，现在的皇马、维尼修斯和姆巴佩本就处于一种脆弱的共存状态，更衣室内部的斗争已经被放任自流长达2年之久。如果这两人再度闹翻，可能会迅速酿成灾难。而老佛爷在这种时候的新闻发布会，就像是完全在照本宣科的唱着穆里尼奥的调子。老佛爷没有谈论足球，好吧。关于皇马，巴萨的球员中场费尔明最近接受了一个快速问答的环节。记者问他，你们的群里面是不是有许多关于巴尔韦德和楚阿梅尼的表情包啊？费尔明笑着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好，今天 U17 亚洲杯1/4决赛，中国队3-1战胜了沙特阿拉伯，挺进半决赛。上半场先是沙特队进球，然后中国队这边邝兆雷助攻万象扳平比分。下半场何思凡助攻赵松元反超。补时阶段，何思凡精彩的人球分过后劲射锁定胜局。今天的何思凡补时的阶段还能够这样人球分过，内切过人，爆射，哈哈！中国 U17 09年的这个年龄段，前场真是美如画呀。希望能够坚持传控为基础的打法，少开大脚，不要开大脚。从球员的质量来看，这一支 U17 中国队的中前场比较豪华，逼抢能力非常强，创造机会能力也强，踢得很漂亮。好，轻松一下。世界杯的主题歌《打一打一》已经正式上线，又是拉丁天后夏奇拉再度献唱。他和尼日利亚的巨星伯纳男孩联手唱了这首歌，这已经是夏奇拉个人的第4次登上世界杯的音乐舞台。而他本人最喜欢的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中演唱的哇卡哇卡。另一方面，轻松一下，维尼修斯的女友已经宣布和平分手，真让人意外呀。这位漂亮的女网红弗吉尼亚·丰塞卡发布了声明，说自己永远会允许自己去经历。这句话老 K 也听不太懂，好像里面充斥着巨大的想象空间。希望您在评论区留言谈谈您的看法。前女友维吉尼亚是写道，我自己希望真实的活着，当这段关系失去意义的时候，我愿意带着善意的体面告别。我永远允许自己真实的生活，活在真实里，不恐惧，不计算，不停止做自己。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全心投入，就像我对待人生中所有我想做的事儿一样。毕竟我一直努力工作，一直非常专注于我的梦想和责任。但我也是个女人，我允许自己毫无保留地经历这一切，并始终珍视我在任何关系中都一贯保持的尊重。我这一生学到的是，绝不拿我认为不可退让的东西来做交易。所以当某些事儿失去意义的时候，我宁愿带着成熟和温情去结束，也不愿为了维持而留下。今天我们选择尊重彼此的方式。我衷心为维尼修斯的幸福和成功喝彩，带着满满的温情。我请求大家给予尊重，希望这一页在所有人的生活中都翻过去，就像他将在我的生活中翻过去一样。谢谢。不管怎么说，小熊维尼修斯过去对这一位女友是真的上心啊。不过也正常，黑人球员嘛，咱们也没有很天真的以为维尼修斯会和某一个女孩真的长相厮守。好，另一方面，之前老 K 也报道过，特罗萨德和妻子已经宣布分开。现在有人看到特罗萨德和著名的影星安妮海瑟薇一同出现在夜店。特罗萨德是为了庆祝胜利去了一家夜总会，离开的时候被看到和安妮海瑟薇在一起。而安妮海瑟薇几年前就曾经提到，他最喜欢的球员就是特罗萨德，甚至还模仿过特罗萨德的进球庆祝动作。2024年4月，在安妮海瑟薇观看阿森纳对狼队的比赛时，他看到特罗萨德进球后还激动地高呼我爱你，
这个反应当时被媒体和球迷广泛传播。不过提醒一点，当安妮·海瑟薇步入大学的时候，咱们的特罗萨德当时才刚刚攻读完自己的幼儿园学位。不过这方面老 K 还是相信《太阳报》的专业度，他不说这是真的，咱们就不要先信。好的，这几天老 K 的儿子正在踢一个重要的 tournament， 如果踢得好，周一就能进决赛。老规矩，我也会将比赛的视频放在会员区，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您的点赞、评论、热推、分享，感谢您的订阅，咱们明天再见。